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来聊华为的新开放式耳机 FreeClip。我们会从它的外观、舒适度、音质，还有没有降噪这几个开放式耳机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会一一来探讨。首先，我们先从外观开始。它外观基本上设计就像是一个耳环一样，你从正面看起来应该看不太出来它是一个开放式耳机，有一种索隆的感觉。索隆是什么感觉？索隆也是这样啊，索隆有一个耳环也是类似这样。哦 Netflix 的真人版它大概也长得差不多。对，你正常看起来的话，它就比较像是耳环的设计。这一次出的有2个颜色，一个是流光紫，一个是星空黑。这一个我耳朵上面戴的是星空黑的版本，然后流光紫我觉得比较适合女生，所以它是整个连外圈都是紫色。对，它就是一整圈都是紫色的，戴起来很骚气，那就可以当耳环戴耶。对啊，所以很多女生会把它拿来当耳环戴。这一次它的设计上面，它是做成像这样一个 C 型的设计，说这个叫做 C 型桥，前面有一个是什么发音豆还是什么电池豆，反正它这3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名称。整体的设计上来说，我觉得是蛮特别的，而且外观看起来是我觉得好看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时尚单品来说，应该说不太像是一般的耳机，会是很大一颗挂在耳朵上，你正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耳饰一样。它这个设计上还其实有一个蛮不错的点，因为它不会深入到你的耳朵，所以它可以比较好清洁，它不会插到你的耳道里面，所以它在清洁上面是比较方便的。哦，它不会像一般耳机有可能会粘分泌物。对，它是不会的。再来就是它这一次耳机是不分左右耳的，所以你是可以把它左右交换戴，就它这样子，像我这样左右把它两边放下来交换戴，是可以戴得上的。然后舒适度的部分呢，首先它单边设计，这样一支是 5.6 克，比一般的蓝牙耳机轻大概1-2克左右，一般的大概是6克到7克左右，所以戴在耳朵上是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负担。刚刚我讲开放式耳机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它好清洁，就是因为它没有深入到你的耳道，所以它不会沾一些恶心的分泌物之类的。第二点就是因为它没有塞住，所以它是不会热的。你有时候耳机戴久了，夏天然后在外面晒太阳，你会觉得你的耳朵闷闷热热的那种感觉。开放式耳机不会，因为它是透气的。哦，对，所以它不会热。再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戴一般的耳道式耳机会容易得中耳炎，这个是不会的。尤其在台湾那么潮湿的环境。对，因为你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戴耳塞，早上起来又喜欢塞耳机，那整天就不通风，就很容易会得中耳炎。这个开放式耳机很适合你的耳道啊会容易发炎的人，因为它是挂在外面，一个像2个小喇叭一样挂在外面的设计，所以它在没有塞住的情况之下是不会让你的耳朵有不透气或者是闷闷的感觉。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也是我会想买的原因呢，它在大部分的开放式耳机里面都会宣传说它是非常的舒适，每个所有的 YouTuber 我看过所有的 UP 主，他都会宣称说开放式耳机戴上去无感，可以戴什么10几个小时，戴到都忘记。所以说这一点是业配，没有这个感觉，它实际上就是有感，它就是一个耳机挂在那边，会很有异物感吗？不会到异物感，但是呢，它就跟你挂一般的耳机的感觉是一样的。以我自己有戴过像是 AirPods Pro 这2个耳机，就是最常或是你平常附赠的那一种耳机，就是烂烂的那种耳机，戴起来的感觉其实差不多。这一个我自己在 FreeClip 上面呢，我戴是没有办法戴超过3个小时的，耳朵会不舒服。为什么？而且左耳跟右耳很不一样哦，我右耳是可以戴很久，我右耳戴5-6个小时没有问题。然后左耳的话，我的左耳比较特别，比较敏感一点，像是这个是 FreeClip 嘛，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Bose 的 Earbuds， 我们下一集会讲到 Bose， 以及我们再下一集会讲2个对比，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后续的话，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好，那我们再讲回来，不管是 Bose 还是这个华为的 FreeClip， 它的夹耳朵的那个感觉，对我的左耳来说都是有感的。我这边这样子，你看看，我目前是有点是斜45度下面嘛，它可以往上一点，它是戴上面一点也 OK， 你这样也听得到声音。然后或是你再戴更下面一点，就能戴接近可能是75度左右的感觉，这样也听得到声音。所以它是有很多的位置可以去调，因为每个人的耳朵的厚薄程度不一样，所以你是可以去调整到一个你舒服的位置的。可是我的左耳不管我怎么调，这2只耳机我都没有办法调到一个舒服的位置。我大概各用了1个礼拜左右，我的左耳都是会有一种
2-3个小时之后就开始红红的那种感觉，就是热热的被一个东西捏住的感觉，没有到夹的痛感，它就是有个人捏你耳朵，一直捏着，捏你2-3个小时之后，你就觉得不是太舒服。所以它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我是可以完全无感，什么你已经戴到都忘记你的耳机还挂在你的耳朵上这种舒服的体验完全没有。它就很一般，你用可能苹果送的那个 Earbuds， 就是原本它在早期的 iPhone 会送一个有线耳机嘛，它戴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就跟那个差不多。接着我们讲稳定性，看起来是不太稳固，有没有？你的左右耳，但是其实它的稳定性还不错，像我这样甩头啊、点头啊，或是你这样子蹦蹦跳跳啊，甚至我去做运动、跑步啊，然后是重训啊，都不会掉，它也不太会移动。可是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看个人。如果你的耳朵比较会出油呢，有可能会滑掉，是真的会有可能会稍微移动的。可是这个是就看你耳朵有没有清洁干净。它在说明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点。如果你耳朵比较油啊，或是你流比较多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擦干净再去夹，因为它是用摩擦力去粘在你的耳朵上的嘛。所以如果你稍微开始觉得不太稳的时候，你是可以清洁它，然后它就可以恢复一样的稳定性。可是呢，它没有到说完全可以稳定到让你非常的安心，也没有到这样子，所以它的稳定性跟刚刚的舒适度，我觉得其实跟一般的耳机比起来是差不多的，没有到一个什么特别厉害的那种感觉。再来就是它上下可以调整，所以如果你觉得它有一点不稳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特殊的戴法，在官网上面应该是它说明书上面也有说到这一点，你可以把它夹在你的下面这个耳垂的地方，因为你的耳垂比较厚嘛。当你夹耳垂的时候，它的那个耳机是稍微会被撑比较开，所以跟你夹上面比起来，上面会比较不稳，你夹下面会更稳一点。所以他会有建议说，如果你是运动比较激烈的时候，你可以夹得更下面一点，就把它往下翘，它就会更稳。可是这样子就会更有感，就你的耳朵就会更有一种耳垂被捏住的感觉。随时用了一个耳夹式的耳环的感觉。对。我自己因为没有戴饰品的习惯，所以我自己用了1个礼拜，我几乎每天上班都一直在用，戴8-9个小时以上。我自己是觉得左耳真的不太舒服，可是我的右耳是没有问题的，它戴久了是真的是无感。我右耳是戴在这个角度，它就是可以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可是我左耳就是我很精细瞧，我是照着镜子想说，好，现在这个角度戴1个小时不行，再往下戴1个小时还是不行。各种角度都试过，不行就是不行。接着我们来讲到它的音质。首先呢，它在官网上面宣称呢，是它有 10.8mm 的双磁路高敏感度单元，听起来很厉害。自己平常在测试的时候，依照办公室的那种旁边打键盘或是有人在讲话的这种状况去测试，音量大概开30%，它的音质我觉得就跟 AirPods 3差不多。没有降噪版本，不是 Pro 版本，就是 AirPods 3差不多。它的低音非常的不明显，它是一个有中高音，我觉得 OK。应该说以它的这种开放式设计，因为它是没有深入到你的耳道，所以它的低音很容易就漏掉了。但是以它这种开放式耳机，它的中高音表现我是觉得 OK 的。可是我个人呢喜欢听嘻哈歌曲，尤其是我在上班，或是我要进入一个什么比较长时间的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听比较动词那种音乐，这个时候它的缺点就会被很明显的放大，它的节拍啊，或者是旁边的 beats 就会变得很弱，不够厚实，没有敲你的感觉，它听起来有一点单薄，有点像是你敲在比较薄的木板上的那种低音感。然后 BOSS 这一款，我们之后评测的时候会再讲 ，BOSS 这款很明显它的音质比这一支 Free Clip 好很多。是真的很明显的好很多，这个听起来就像 AirPods 3，BOSS 听起来呢比 AirPods Pro 还好，我就很意外。那跟 Sony 那个比呢？ Sony 的低音又更多一点哦，所以以低音的量感来说的话，这一支是最不明显的 ，Free Clip 是低音感是最不明显，甚至我觉得已经不及格的那种程度，就是它的低音的部分。但是它的中高音表现，就是你听一些人声，或者是你是听一些乐器的声音，我是觉得 OK。再来就是它的 EQ， 它里面的等化器只有4组预设，就是什么人声加强、低音加强，它只有 App 里面只有4组可以设定。那这个我觉得也是缺点，因为像是 BOSS 或是 Sony， 它都是可以让你细部的调节，说我是喜欢低音多一点。但是它在华为的 App 里面，它就只有4组可以调整，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再来就是它没有空间音讯的功能，像是 AirPods 或是 BOSS， 它都有特别强调空间音讯，你转头的时候，你的声音会很像是在左右两边不同的地方出来。就你很像是在听演唱会或是看电视的那种环绕感，
但是呢，华为这支是没有空间音讯的功能，我觉得这点也是比较可惜。因为我听过 BOSS 的这个空间音讯功能，我还蛮喜欢的。这个我们一样等 BOSS 的影片我们再来聊。那音质的部分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能听，但是很白开水，中高音还 OK， 但是低音很不够，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音质表现就是及格分而已。好，再来我们讲漏音，漏音是我觉得最出乎意料的地方，它不会漏音。你正常我在听音乐，旁边的人是听不到的。跟那种骨传导的比呢？骨传导也是不会漏音。但是骨传导它的音质通常都不好，因为它不是经过空气进到你的耳膜，它是经过你的头骨，然后它的音质通常表现就是比一般的空气式的耳机差，所以我才会想要买一个开放式耳机来试试看。漏音的部分，我觉得两个不管是骨传导或者是开放式耳机，其实都不明显。你正常一般办公室或者你在捷运上这种更吵的地方就不用说了，办公室比较安静的情况之下，旁边人都听不到你在听什么。你要开到你自己都觉得很大声的那种程度，旁边才有可能听到一点点声音，所以漏音的情况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再来就是主动降噪，这两只耳机都没有任何降噪的功能，但是它也是主打这一点啦，就是开放式，它就没有把你耳朵塞住了，它知道怎么做降噪功能。所以它这两只耳机都是没有任何的降噪。当然我在 Sony 或者是像是其他的一些半入耳式的耳机，有一些有做降噪，但是他们的降噪能力就是若有似无。这两只是直接告诉你没有，反正有做半开放式或是其他有做开放式的降噪，效果也都很差啦。所以基本上这两只就直接告诉你就是没有。再来是耳机控制的部分，它的操作呢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它是靠敲的，可以敲2下、敲3下去控制你的耳机。那在这一点上面，它只有暂停播放，就你敲2下暂停，敲2下又播放，敲3下是上一首，敲3下是下一首，它就只有这4个功能可以设定。它没有像是 BOSS 会有，我可以调音量，我可以切上一首，我可以切下一首，我可以切换我有没有不同的空间音讯。BOSS 的设定很多，那华为这个就只有两个功能，敲2下跟敲3下的这样的控制而已，所以没有办法控制音量是比较麻烦的，变成我每次戴耳机，如果你要控音量，我就只能去摸手机去调它的音量，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啊。再来就是它是有穿戴式感应的，所以它虽然没有做那个 AirPods 一样的那种小黑点。可是它在你耳机放上去的时候，它是可以侦测到你是有没有戴的，所以你拿下来的时候，它是会自动暂停，这一点是做的还不错的。再来我们讲 App 控制 ，App 控制就是刚刚讲，第一个是它有自动暂停的功能，那第二点就是它的敲击其实是蛮灵敏的，就它在控制上面，就是你敲耳朵上面，它也是可以的，你不一定要敲在它的耳机本体，所以你可以敲旁边一点，你其实赏2巴掌这样子应该也可以，对，这样可以。太痛了吧？谁会这样？你可以打别人2下，它也是会暂停的，敲2下是 OK， 所以它的感应还蛮灵敏的，这个还不错。好，接着到电池的部分，电池呢，它这一次这里搭配它的充电盒呢，整体的续航时间是36个小时。如果你只是这样子，一只耳机它是8个小时，你这样子戴着是可以听8个小时。但我们刚刚有讲嘛，它是不分左右耳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接力的做法，就你只戴一只耳朵，这样可以听8个小时。这是听没电的，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充电，然后换到另外一边去戴，这样你就可以16个小时都不停了。像我自己上班的时候，有可能你加班要12到14个小时，你可以从早上一路听到下午，然后一只耳机丢进去里面充电，这个状况是可以的。它有一个快充的功能，充电10分钟，听歌3小时，但这个我没测了。但是他自己在官网是这样宣称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它的耳机盒虽然它设计的很小，但是它是有无线充电的，所以这个耳机盒你是可以直接丢在无线充电板上面去做充电。BOSS 这个是没有的 ，BOSS 还比较大一点，但是华为这点技术还是稍微比较领先，不会是手机厂，所以它是可以去线充电，这一点蛮方便的。尤其是像是我办公室啊、家里啊，一大堆无线充电板，连行动电源都有无线充电，你就是直接丢上去，它就可以充电了。那耳机盒呢？本体是有带声音的，所以它放上去会叮，你可以知道它有没有对到无线充电，这一点也蛮贴心的。再来是耐用性的部分，耐用性它本体有 IP54，所以它运动啊，或是你碰到水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它在官网上有特别讲，你的D形环啊，你是不可以把它往两边这样掰开，它会回不去，所以你是不能这样掰的。但是你这样捏，让两个碰在一起是没有问题。可是你是不能把它掰开，掰开之后它的记忆金属可能就回不来了。
然后整体而言，我觉得它在 C 型桥的这个部分，因为它里面有说它是用一个记忆合金，前后的整体的造型啊，我觉得都还算是蛮坚固的，所以看起来耐用性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 C 型桥久了会不会弹力疲乏，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就需要时间才能证明，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测试。好，再来讲到外壳，刚刚讲到它的外壳很小一个，有一个不错的手感，它在开盖的时候，它这个手感是很好的，它有做2段式的阻尼，它这样打开的时候到中间，它最后还有做一个，你看这样，它做一个弹簧，所以它是开盖弹起来的手感不错，关起来这个咔的声音也蛮清脆的。不过你在办公室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咔有点恼人，旁边全部人都知道你在开机，所以我就变成要这样偷偷把它关起来。另外，它在耳机盒的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的摇晃的，你看它是不会摇晃的，就是你打开它的上盖是非常的紧实。可是你看 BOSS 马上就有一个可以比对的 ，BOSS 是晃的，你看这次还贵它3000，结果它耳机盒做成这样，你看它的耳机盒也比较廉价，开关都手感都没有华为的好，所以它的耳机盒设计是真的不错。有一个小缺点，它的配对按钮是在左边。不是很好按，它在配对按钮的部分。不过其实正常人也不会整天在配对啦，所以这点是还好。它在下面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然后自己测起来，我是觉得基本上你平常无线充电，或是你用 Type C 充电，两个基本上都蛮方便的。所以它的耳机盒设计也蛮小的，很适合随身携带。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蛮好看的。是吗？对啊，我觉得蛮好看的。跟 BOSS 的比起来 ，BOSS 很丑 ，BOSS 就是个黑盒子 ，BOSS 是一般耳机。它就是一个像是肥皂盒，你看像肥皂一样圆润的手感。对啊，这个不错。主副耳的部分，2只耳机都可以单独使用。你用右耳戴，刚刚我讲嘛，它左右耳不分，所以你戴一只耳机，你戴右边戴左边，它都是可以去用的。它在 App 上也会有一个左右耳切换，你现在戴右耳嘛，它在 App 上就会显右边100%。然后如果我这时候把它反过来戴的话，就像这样。这时候我把它反过来，它在 App 上面，它会从右边100%变成左边100%，所以它在 App 上的设计也蛮贴心的，它会告诉你说，左耳剩多少，但是你两只耳机交换完之后，它的那个 App 的电量也会直接交换，所以这点是做的还不错的。然后你左边可以单独连任何的设备，你换到右耳也是可以单独连任何的设备，所以主副耳是不分的，也都可以单独连线，连线的稳定度非常的好。BOSS 我有遇到1-2次连线不太稳，就是你有左右耳声音不太同步，是断线的情况，华为完全没有，不愧是通讯大厂，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它的稳定度是非常的好的。以这一次我测完之后，这个连线稳定度，我甚至觉得比苹果的都还好，真的是虽然看起来很小一只，但是设计真的是很不错。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优缺点。这一只耳机啊，优点就是第一个，它的整体的连线稳定度、舒适度，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然后再来，它卫生又不会影响到我的眼镜，因为像是有些是耳挂式的，它就会跟我的眼镜镜脚打架。再来可能会跟我们的口罩打架。这个设计呢，其实它主要是口罩，你还是容易会勾到它，所以它在戴口罩的时候，你可能会要小心，不要脱口罩的时候两只耳机一起喷出去。但是跟眼镜是不会打架，你看。镜脚的部分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其实也蛮多的。第一点是音质，就刚刚讲的低音不够烘头，不够力。第二点就是它的舒适度，就是它是缺点。我的右耳真的无感，但是我左耳就怎么配都不行。这个又不是一下子可以测出来的，就是我这样子单戴是没有问题，可是这是2-3个小时之后才会开始觉得它开始不舒服。所以这点我觉得你需要买回来测完才知道到底哪只耳朵可不可以戴。还有一个缺点刚刚没讲到，就是它的甜蜜点很小，就2只耳机戴的时候呢，很明显它有一个音质最好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设计上面，它在发音是一个发音孔在这，所以它是有一个甜蜜点的。你那个发音孔你要对着你耳道的那个角度，所以你有时候上下调没戴好，你会左边右边不一样大声，这个超恼人。就是它的甜蜜点是很小，你要戴到一个刚刚好的角度，然后声音才会是左右耳平衡。那时候你还要再稍微调一下，就是让它变成是你最舒服的那个角度，所以这是需要一点上手的练习的。左边我调到音质好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不舒服；右边就是调到刚刚好舒服又音质好，角度很小。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因为一般的耳机两边挂上去就可以听了，可是这个就是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熟悉它。但是你熟悉之后是可以很像我现在这个就是我自己最适合的角度，熟悉之后是还蛮快的，但是你一开始刚戴的时候你可能要练习一下。再来就是它的通话音质基本上没有第一线大厂你最好的那种通话的耳机那么好，因为毕竟它的麦克风设计上面是离你的嘴巴比较远的。但是它以开放式耳机来说，它比 BOSS 好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它的音质大概跟 AirPods 差不多。我自己测起来是觉得通话音质是可以再加强的部分啦，所以也算是一个缺点。那整体而言，大概就是这个耳机用1个礼拜之后的心得，基本上是会把它卖掉，应该是不会留着继续用。还是我们就直接抽给频道会员。如果我们频道会员突破100个人的话，我们就直接抽给频道会员。它的价格多少？我买是5000块。定价是6000块，但是你大部分的通路折一折，应该差不多是5000多一点。所以以它的价格来说，我觉得是 OK 啦，一直比 AirPods 跟 AirPods 比起来差不多。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特殊需求的人的话，是可以接受的价格。BOSS 就是溢价太多 ，BOSS 就等我们下一期节目再来讲。好啦，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记得，如果你喜欢类似的节目的话，我们都依照订阅数来看，我们会不会有下一期。订阅跟按赞数来看，我们会不会有下一期？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就帮我们订阅跟按赞。那么影片就到这边，拜拜。